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2月19日星期三，万象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外汇价格，今日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1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1%。今日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9.35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今日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0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30.9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6.84点，涨幅1.51%。开盘1118.81点，最高1130.96点，最低1113.56点。成交量43万1000股，成交金额5亿8671万2500基普。昨日是外贸银行正式实施1:5股票拆分的第一个交易日，外贸银行将每股面值由5000基普降至1000基普，上市流通股由2亿0772万3300股增至10亿3861万6500股，拆股后股价由6350基普调整至1270基普，总市值保持不变。昨日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70基普，交易量40万6100股。其次是老挝石油和老挝电力。昨日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70基普，交易额5亿5387万5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老挝石油。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株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02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3万基普，涨幅0.4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2月1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45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98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军方援助乌多姆塞省受灾居民。2月14日至17日，乌多姆塞省军区派出385名官兵及相关装备，帮助受火灾和爆炸影响的居民修复住所。此次灾害发生于2月14日，地点位于乌多姆塞省蒙塞市纳米村的一家中国商人的汽车配件店，造成周围数十户民房受损。经安全部门调查，事故起因是非法交易爆炸物，并非外界猜测的恐怖袭击。自事故发生以来，政府各部门持续进行现场调查、清理和修复工作。同时，当地居民也积极投入房屋修复，力求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多个相关单位参与救援，并统计灾害损失，以便提供合理补偿。2. 老挝与俄罗斯合作排雷行动取得进展。2月15日，老挝与俄罗斯排雷队在华潘省芒赛市召开会议，总结排雷与未爆炸物销毁工作的进展。会议由老挝军方和俄罗斯排雷专家共同主持，双方回顾了自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2月14日期间的排雷行动。俄方排雷队在多个区域展开排查，其中包括计划建设政府办公楼、学校和农业用地的场地，总面积187180平方米，已完成排雷157887平方米，发现并销毁285枚未爆炸物。目前仍有约29395平方米的土地待清理，工作将持续进行，以确保当地居民的安全。3. 老挝农民通过甘蔗与橡胶种植改善家庭经济。来自沙湾拿吉省色波县丰海村的农民顿维莱萨克，通过种植甘蔗和橡胶树，大幅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最初，他家以水稻种植和畜牧业为主，后来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到2019年，已养有25头牛和40只山羊，家庭年收入超过1亿基普。
2013年，他开始在自家4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甘蔗，每年可带来不低于6000万基普的收入。然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销售受阻，他决定借助网络学习种植橡胶树，目前已种植2000多棵树，预计2025年橡胶和甘蔗的总收入将达到5亿基普，到2029年可增至7亿基普。如今，顿先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稳步提升，并能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4. 日本政府援助老挝建设卫生院。2月17日，占巴塞省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一项无偿援助协议，日本政府将提供超过 6.6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占巴塞省占巴塞县建设一所新的卫生院。该项目由占巴塞省公共卫生部门负责实施。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苏纳拉特先生和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先生出席了签约仪式。阿伦塞省长对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占巴塞省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此次援助将极大改善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并为地方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5. 老挝琅勃拉邦市长访问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市。2月10日至13日，琅勃拉邦市长维昂通哈沙钱应托博尔斯克市长邀请，赴俄罗斯丘明州托博尔斯克市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与工作交流。访问期间，俄方给予了热情接待。此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琅勃拉邦市与托博尔斯克市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维昂通哈沙钱市长对此次会面表示非常高兴。他指出，两市在各方面准备工作中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奠定基础。目前，双方已在合作协议内容上达成原则性共识，并决定举行正式签字仪式。访问期间，俄方安排琅勃拉邦市长一行参观了当地的旅游景点、手工艺品生产中心、文化中心等场所。6. 老挝提议欧盟继续给予贸易特惠待遇。2月17日，老挝工贸部部长马来通贡马西在工贸部接见了新任欧盟驻老挝大使马克加拉格尔。会见中，部长对马克加拉格尔大使表示祝贺和欢迎，并感谢欧盟过去对老挝的支持与援助，特别是在老挝担任2024年东盟主席国期间对工贸部的帮助，以及在东盟欧盟合作框架内的各项活动。部长还感谢欧盟在贸易发展、贸易竞争力建设等多个领域给予的支持。部长提议欧盟在老挝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状态后，继续提供支持与援助，特别是考虑继续给予老挝除武器外一切产品贸易特惠待遇，并请求欧盟支持老挝在2029年后申请普惠制优惠的谈判和评估工作。7. 老挝将举办2025年东盟国际拔河锦标赛。2025年东盟国际拔河锦标赛将于2月20日至21日在万象东昌酒店举行，届时来自马来西亚、文莱、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日本和老挝的队伍将参与角逐。老挝国家拔河协会主席阿努瓦吉提坤表示，此次赛事为各参赛队提供了提升自身水平的机会。比赛分为女子组、男子组和男女混合组3个类别。老挝国家队的3支队伍目前正在万象训练中心进行为期3周的集训，备战状态接近100%。此外，赛事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包括技术管理、比赛场地安排、运动员住宿等。8. 中央与中部省份领导考察旅游景点农涛湖和帕赛溶洞。2月17日，中央及中部省份领导干部代表团考察了位于甘蒙省他区县纳派巷村的农涛湖和帕赛溶洞2大旅游景点。景区位于他区县城以东约17公里处，由佩特马尼集团全资开发，总投资达3亿美元，开发面积 9.89 公顷，保护区面积404公顷，特许经营期为50年。佩特马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凯姆佩德高亚站介绍称，农涛湖和帕赛溶洞是自然风光优美的生态旅游胜地，拥有丰富的水生动物和野生动物资源。景区内设有接待中心、旅游信息中心、
便利设施、游船活动、森林徒步、观景台以及洞穴内部桥梁等项目。洞穴内的钟乳石和石笋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目前，景区正加紧建设停车场、蓄水池、通往景区的高架道路、餐厅、服务中心及洞穴步道，预计将于2025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迎接游客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明天见。